它以味道取勝。它的話也不錯，只是吃不太到任何的那種蟹肉纖維，吃起來我覺得它的體感的好感程度比之前的那個巧克力的那種脆糖菠蘿還要好。內餡這麼誇張厚，所以就像我剛剛說的，這個的話才是真的超級爆漿。它是維力炸醬麵跟 Snickers 聯名的維力炸醬麵的巧克力拌麵，大家沒有聽錯，是跟 Snickers。整體吃起來分數還算可以，但是就是麵體偏硬，然後好像没有太多過多的亮點，就是那种蒜香蛤蜊意大利麵的感覺。大家好，我是 Jesse。那我們這集的話就要介紹8月中這期 Seven 的新品。對，這集的話有一些主題，就像是 Seven 有說這一期是菠蘿派對，有一些菠蘿產品。对，那我們就一一幫大家介紹。那第一個我們要介紹的是這個是 Seven 一個新的御飯團，是燻絲沙拉夾心壽司。給大家看看，它就是2個小小的像这種握壽司，那裡面看起來是有夾玉子燒跟一些蟹肉，就是說他們的品的燻絲沙拉壽司。我们就帮大家試試看，這個看起來蠻特別，也是新品的這個蟹肉壽司。吃完這個燻絲沙拉壽司，這個我可以跟大家講，它整體的調和味道非常棒，非常好。就是那個它有一點像是蟹肉跟魚漿混合這種味道，然後搭配裡面玉子燒，然後我覺得這個壽司這個厚度、薄度跟分量大小，我覺得很剛好。如果在一般的御飯团有點太厚，有時候很難咬不太到餡，但是我覺得這個形狀、這個比例很剛好，每一口都可以咬到餡，所以我覺得這樣子的新的設計的方便程度跟口感，我覺得比以往的御飯团還有那些握壽司，我覺得來得更好。但是有一個小缺點是，它這個話它是寫它是燻絲沙拉壽司，然後你從外觀看會以為就是說，其實就跟 Seven 有另外一款商品是小龍蝦三明治，那個吃起來口感一樣，又很明顯的那種蟹肉纖維，但其實這個話它以味道取勝，它的話也不錯，只是吃不太到任何的那種蟹肉纖維，因為它其實看這個顏色會以為是有很多的蟹肉，但是它其實是魚漿跟蟹肉漿混合的，有味道，但是口感的話稍微比較沒有，所以這個大家可以大概知道一下。对，我覺得是很好吃的產品，但是口感跟我預想的可能稍微會有一點落差，但是我覺得整體來講還是很好吃哦。玉子燒很 Q 彈，飯的話，不知道是不是我買得到這一個飯糰，這個飯糰也很好吃，比一般的御飯糰的那個飯有點硬的還更柔軟一些。我也不知道是不是這樣子的設計會造成這樣子的柔軟程度，還是說是剛好我買到，這個大家就自己去評斷。那它是以味道取勝，味道很好很棒，但是呢，口感的話稍微跟我預想稍微不一樣。下一個就是這期有很多的菠蘿，但是這期菠蘿有很多都是復刻的，像是 Hershey's 的那個巧克力的那個菠蘿是很早以前就出過了，還有一些就是原味菠蘿，那我就不介紹了。對，我介紹一下，這個是這期新出的開心果奶霜脆糖菠蘿，就是大家如果記得的話，只要是菠蘿外面有脆糖，通常都會比較甜。對，這個難以避免。對，我們就幫大家試吃看看這一期新品的開心果的奶霜脆糖菠蘿。吃完這個開心果奶霜脆糖菠蘿，它外層的那個脆糖糖漿還是鋪滿滿的，就跟任何的他們這一系列的這個脆糖菠蘿一樣，就有點偏甜。那其實老實講是有一點點過甜的，但是如果喜歡這個甜度，大家就可以自然喜歡。不喜歡太甜的話，大家就自己避開。那我跟大家講一下，這一期這個開心果奶霜，其實裡面那個奶霜沒有想象中甜哦，裡面的奶霜大概是5到6分糖，頂多6.5分糖而已啦。它跟以前那個 Hershey's 的那個巧克力那個餡啊，巧克力餡比起來的話，它微糖更多，可能是因為開心果的關係，巧克力確實也會做得更甜。但是我覺得它的開心果奶霜比起以前的這種奶霜的餡的分量啊，它這個開心果奶霜餡的話稍微低一些，就是沒有那麼爆的感覺，但是甜度的話是比較偏微甜的，所以我覺得這一系列的這種脆糖菠蘿麵包，我覺得就是要搭配稍微比較微甜一點的內餡，因為外層太甜，要中和一下，所以這整體吃起來，我覺得它的體感的好感程度比之前的那個巧克力的那種脆糖菠蘿還要好，因為畢竟吃起來不會到像之前那麼死甜，之前真的有點太死甜了。然後口感一樣很好，味道的話我也覺得不錯，所以這個開心果奶霜脆糖菠蘿以這一系列的脆糖菠蘿評比起來，我覺得它算是很推薦的哦，因為它綜合了一下它整體的甜度。接下來是另外一個也是菠蘿，他們是爆漿卡士達脆糖
菠蘿，但它也是脆糖菠蘿。其實這個的話，它應該不是這一期的，只是我之前也沒有介紹到，它也是近期的。那我就順便在這一期 Seven 主打菠蘿派對的時候，一起幫大家介紹一下。那它這個的話，就跟前面那個同系列的，它是卡士達，它是爆漿卡士達。前面那個可能前面那個開心果它沒有寫爆漿，啊這個有寫爆漿，不知道這會不會是真的比較爆漿，就幫大家試試看看。這個爆漿卡士達脆糖菠蘿啊，它確實它的內餡比前面那個開心果多一些，但是也沒有到真的很爆漿的感覺啊。因為等一下我們會介紹後面有一個可能會更爆漿，對。然後我不知道是不是以前的巧克力過甜，讓我之前的預設立場會比較甜一點。其實這期的這兩個卡士達跟開心果，它都屬於內餡的話，也都是大概5到6.5分，這個可能到7分的這種甜分，沒有到像以前那種10分糖那種全糖的感覺。所以這兩個的話綜合起來，我甚至都覺得比之前我們有介紹過那個 Hershey's 的聯名的那個巧克力脆糖菠蘿還來得好吃很多。因為之前那個真的太死甜了，但這個的話稍微就綜合一下，整體吃起來沒有那麼死甜，然後口感的話，其實這兩款都一樣，只是加卡士達醬，然後跟開心果醬。這個的話，卡士達醬的話，它也是微甜系列的，它中間的卡士達醬的甜度，甚至比前面開心果醬那個還要再低一些，有可能3分糖、4分糖而已。对，我覺得還是不錯。就像我剛前面那個講的，這一種類型的脆糖菠蘿，確實就是要配很低糖的內餡來綜合它整體的口味。因為如果整體裡面又甜的話，真的是太膩了。所以這兩個我覺得以這個系列之前吃過的這系列來講，這兩個它把內餡的甜度都調到比較低，吃起來的話，我覺得都還算蠻推薦的。那卡士達醬本身也很香。下一個的話是這個也是之前出過，但之前沒有出過這個口味。它的話是延世大學的，它叫做悄悄可可提拉米蘇風味生乳包，因為它以前有出過直接生乳包，但沒有出過這個提拉米蘇這種可可生乳包。那他說悄悄可可，可能是我給大家看一下，它這個啊打開啊，它是這個碎片啊，其實它一買來我一打開它就已經碎了，它就已經很碎了，因為它上面是脆片，所以它动一下可能就脆了。它可能就是讓大家有點像那種，我说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吃過有一種那種烤骨巧克力，是把上面巧克力敲碎才可以磨看到下面的骨頭。它的話。不知道用意是不是這樣，不然它取名怎麼叫做悄悄可可？上面碎片我们就把它當成一般的巧克力配料，這樣子幫大家試看看。這個延世大學這種就是超爆漿的，之前有介紹過原味的生乳包，那這一期出的是新的這個巧克力，可以給大家看看它內餡這麼誇張厚，所以就像我剛剛說的，這個的話還是真的超級爆漿，跟前面的爆漿比起來，對，試看看。我們試了幾口以後，它其實這個巧克力啊，它不像真的純正巧克力，它有一個很重的咖啡味，它其實比較偏咖啡巧克力，然後它沒有一般的巧克力這麼膩這麼甜，它的話因為帶有咖啡香，然後搭配起來的咖啡巧克力，它其實它的甜度大概在5到6分糖，對，但是還是有點甜啊，因為畢竟外面就這麼厚的這個巧克力脆片，然後內層的話就是超級無敵厚的爆漿的這個生乳後，就是罪惡感會很深，對，但是我覺得如果大家有吃過之前那個原味生乳包的話，它的話其實內餡跟原味生乳包的內餡的那個奶油是一樣的，只是它多了一點咖啡的中間的外圍再擠一點點類似咖啡巧克力的這種奶霜，所以這奶霜的話，巧克力跟咖啡味會比較重，但是如果沒有吃到沒有擠的部分，它就跟原味生乳包一樣，那麵包一樣很大很柔軟，那很難一口氣咬，因為要張嘴巴很大，所以這就是超級爆漿。但是整體來講，這次的口味我覺得略遜於原味，因為我覺得口味有點太複雜，跟可能是第2次吃到的那個驚豔程度不一樣。因為第1次開箱原味生乳包，覺得哇，都好大一顆，然後那個內餡超爆，然後整體調得很好。但這次加了這種咖啡可可、咖啡巧克力，我覺得反而我覺得味道變得比較複雜，而且再稍微膩一點。那原味的比較好吃，但整體來講還是很好吃的生乳包。因為這延世大學這個生乳包啊，就是一個很厲害的生乳包，但是呢，其實 CP 值有一點偏低，因為這一個產品啊，其實單價要135塊，其實已經超過很多便當的價格了。對，所以大家可以自己評估。那我覺得還是很厲害啦，但是以 CP 值來講的話，大家可以自己去參考看看。那我覺得還可以，還不錯。但是如果要買的話，我想要再買的話是原味的生乳包，因為這個可可味道有點太複雜了，然後有點太甜膩了。
大家參考看看。接下來要跟大家介紹是這一期的2個麵。那第一個很特別的是，它是維力炸醬麵的巧克力拌麵，它是維力炸醬麵跟 Snickers 聯名的維力炸醬麵的巧克力拌麵。大家沒有聽錯，是跟 Snickers 巧克力去聯名的。对，就覺得之前其實網絡上常常有很多各式各樣不同食物加很多奇奇怪怪的吃法，其實這個就是之前網絡上有流傳很久的。對，那這期維力炸醬麵直接就把它做成就是一個品項，我覺得蠻厲害的。它中間大家可以看到這一塊啊，就是這個巧克力，對，它就是一塊 Snickers 這種巧克力在這。那我們就把這個 Snickers 這個巧克力拌一下，看吃起來會怎樣。我還沒吃，現在聞香味啊，聞味道，其實它聞起來跟一般的維力炸醬麵，我覺得沒有到差很多欸。它把它攪拌完這個巧克力以後，就像這樣子，或許這種 Snickers 它的配料吃起來會跟維力炸醬麵原本的配料蠻像的哦。我們幫大家試吃看看。吃完這個維力炸醬麵跟 Snickers 聯名的這個維力炸醬麵巧克力口味，跟原本的維力炸醬麵沒有到差很多欸。但是就是你吃的時候會有一點尾韻的甜味在。Snickers 它也是花生巧克力，那其實維力炸醬麵的那個炸醬啊，它可能以往也是以花生為一些基底去做的，所以我覺得吃起來沒有到差很多。但是不知道為什麼，如果給我選，我還是比較喜歡沒有那個甜味的那種尾韻的感覺。然後加上這一次的這維力炸醬麵的這個麵體，我覺得沒有像之前有一期那種炒泡麵那種麵體比較好吃，這個是屬於比較偏細麵的，就是白麵的那種麵啊。我覺得維力炸醬麵我還是比較喜歡配上那種捲麵的那種泡麵感，會比較道地，可能是從小到大已經習慣了啦。所以這個呢，我覺得吃起來很新奇啦，有一個甜味的尾韻。但是如果真的給我選，我還是比較喜歡傳統的維力炸醬麵，捲麵再加上完全都是鹹味的炸醬麵，這個帶有一點甜味的，不排斥，不難吃，但是我會更偏好那個，所以大家可以參考看看。最後一個是這一期的新出的意大利麵，是蒜香油封蝦意大利麵，打開就是很濃的那種蒜味，它是這樣子，給大家看一下。那我們也把它攪拌一下，看起來蠻好吃，這就是標準的意大利麵的那種細麵的，幫大家試試看看。吃完這個蒜香油封蝦意大利麵啊，我覺得這個本身還算蠻好吃的意大利麵啊，但是我覺得不知道這一次的麵體是怎樣，它有一點點沒有那麼 Q 彈。以往有些意大利麵，像我們之前吃過的 7 意大利麵，普遍的話面體都不會太差，但我覺得這一次的這個麵體有點硬，不知道是不是麵條已經換了。然後味道的話，它算是中辣左右，但是還蠻刷水，因為我本身也蠻喜歡酸味很重的。然後它的蝦子的話是給4隻，應該每一配好差不多4隻，然後大概6、7顆蛤蜊這樣子，沒有帶殼的蛤蜊。整體吃起來分數還算可以，但是就是麵體偏硬，然後好像沒有太多過多的亮點，就是那種蒜香蛤蜊意大利麵的感覺。普通，他說油封蝦有蝦子有很有味道嗎？我也覺得還算普通，所以這整體來講，我覺得就是一個中等偏高一點點，大概分數落在70分左右的意大利麵，沒有到很突出，但是是你偶爾會想要換換口味的一個意大利麵，但我覺得沒有到超厲害啦，就是吃過，我覺得偶爾換換口味可以，但是沒有特別會說想要這個新出馬上去買來吃的感覺。這個也是我吃完這個的感想，可以給大家參考看看。那我們這集 Seven 的部分品項先介紹到這邊，那 Seven 還有其他品項，我們也會在另外一集幫大家做介紹，因為這集的 Seven 品項其實數量也還算蠻多的，所以我們會再拍一集幫大家介紹，大家再敬請期待。那我們這集就到這邊了，謝謝大家。